患者伤及了脾脏，好在没有完全穿透，失血过多，幸亏送来的及时，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。谢谢医生。你等李队他们吧，我去看韩东。哎，十一表姐都这样了，你去看她。帮我照顾好他。爱人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哎，脱离生命危险了，这麻药就没过。详细情况你等会儿再跟我说。我问你，韩东呢？秦明去看他伤了，怎么这么久没回来？我去看一下。你去吧，我在这守着。你好，我们刚送来的嫌疑人呢？不是带走了吗？带走了？啊，谁带走的？为什么没跟我们说？就是跟你一起带他来的那个警察，签了字带走了，说是带回去调查呀。好，谢谢。学子是不是你杀的？你别想套我话。那个人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快感。为了感谢他，我是不会告诉你们他是谁的。学子遇害的时候，你在场，你看见了凶手对他的行凶过程。行凶，对我来说，那是享受。那天晚上，我看到那个家伙把两根电棍按在那个女人身上，电光一闪。可是我那身皮吓坏了他，他跑了。但是没关系。我拿到了那个女人的衬衫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那天晚上，我看到关路老师一个人回家，我就跟了上去。我不能说了，这些事儿，我只能一个人说。虽然我不太理解，但还是非常感谢你的配合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怎么样？找到秦明没有？现在安然的情况已经稳定了，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尽快找到秦明。我怕他做什么傻事。不会的，他还一直在提醒我呢。我最多就揍他一顿，出出气。你揍谁啊？啊，打人是违纪的，知道吗？喂，臭小子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听我说，你赶紧把韩东给我带回来。喂，他让我们去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就挂了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
你确定韩东的尸体被运走了？是的。没想到秦明还有这么一个秘密基地。什么秘密基地？根本就是他准备好的犯罪现场。这家伙事先准备很充分，是变态杀手的特征。怎么也想不到，有一天我们会勘察秦明的作案现场。真的是秦明做的吗？他审韩东的视频，还有在现场留下的电击工具，彪哥，有必要吗？秦明根本就没有想要隐瞒任何证据。他不是经常说吗？把该做到的做到了，在法医的环节不能出任何的纰漏。但我不明白，秦明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也许秦明就是为了找到凶手，换句话说，秦明是为了和凶手建立某种联系。那他确实做到了，凶手确实联系他了。他在激怒凶手，吸引凶手的注意力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全部的注意力。难道秦明把自己当诱饵了？行了，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别净往刑侦那儿凑。这家伙已经掌握很多了，看来是这些积案重见天日的时候了。但是我不明白他把这些留下来是什么意思呀？也许他已经不需要了，电击工具已经调试好了，也要了韩东的命了。但是电击杀手还没有找到啊！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去，我们再去趟民宿，搜查一下秦明的家。你今天约我有什么正事儿啊？不是正事就不能找你了。你们今天去民宿勘察现场了？去秦明房间了？去啦。发现什么没有？明天开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林涛，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但是所有证据都指向他，我们也只能按证据说话呀。还有，我们有纪律的，这公共场合，别多说了。哎，你别那么冲动，这还得想怎么跟他说呢。我必须当面跟他说清楚，必须说清楚，不然怎么行啊？这样，啊？哎，李队，李队，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？我们看看安然。你是想在这儿守着秦明吧？我们已经做好了布控，只要秦明出现，他就一定跑不了。但是你这么做太鲁莽了，回去吧，别影响安然休息。进来说吧。都这么晚了，你赶紧睡觉，有什么事明天说。你们什么都不说，我能睡着吗？下午的时候，我爸妈已经来过了。他们已经告诉我，彪哥和环环去民宿搜证的事儿。是秦明又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哎呀，那个臭小子能有什么事儿啊？随便去，别想太多。我醒过来的时候他不在，我已经觉得不对劲了。一整天了，你们谁能告诉我他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在做手术的时候，秦明把韩东给带走了。等我们赶到，韩东死了。
那确实是有重大嫌疑啊。那人呢？暂时没找到。环环，现场勘查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现场的物证清单你有做电子版吗？你发我一份。哎，你身体还没恢复呢，这个案子你能不管吗？如果不是他做的，我会替他洗清嫌疑。那如果是他做的，我会让他回来面对他自己犯下的错。他是一个警察，他需要给所有人一个解释。但我也是一名警察，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。李队，安然很了解秦明，而且秦明留下的信息也需要安然的参与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也答应我，不可以感情用事。他留下什么关于韩东的讯息吗？他留下了一则审讯韩东的视频。行啊，从视频看起吧。你不是警察吗？你不能杀人。你是警察，你不能杀人。让我别杀我啊！别杀我！有意思。秦明会把审问韩东的视频给我们留下，还有这些资料。按照秦明的整理和记录，其实从法医学的角度，我们基本可以还原作案的过程和方式，而且也可以完全确认秦明的母亲不是死于自杀。独特的作案手法往往更利于刑侦的同时查找凶手。也就是说，基案调查已经完全可以申请执行了。那更重要的意义就在于，只要找到了凶手，从证据上他没有办法抵赖任何一桩案件。即使他不抵赖，我们在证据上也做到了尽可能的完整。彪哥说，秦明制造的电击工具在结果上跟电击凶手极为相似。那如果按照他报告上说的，我们要查找真正的线索就太难了。所以他选择主动出击，挑战凶手，但却用了犯罪的方式。他在等凶手找他。怎么？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护士台说发现了秦明。你好，我问一下，刚刚是不是这个人在打听安然法医的情况？没有哎，你确认一下，不是吗？我们不太清楚。好，谢谢。走。既然回来了，就不要忙着走了。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你。只是想来看看你，没想到居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谁能想到你敢来这儿？好些了吗？我已经没事儿了，幸亏你们把我送来的很及时。那也要小心伤口感染。我看了医嘱，还算合理，再过1周左右你就可以出院了。大家都想找到你，想找你问清楚。我是不想你因为彪哥还有韩东的事情头疼，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。我们是法医，还有很多专业的问题要弄清楚。
你留下来的那些东西，需要你解释一下。在韩东家发现了雪子遇害的衬衫，衬衫上面有2个相对规则的洞，很有可能是电击造成的。我还发现了2处灼伤的痕迹，但条件有限。如果能在电子显微镜下查看到衬衫上是否存在电子颗粒，也就可以判断出凶手的作案工具是电击棒。那顺着这个线索找的话，我相信一定能找到凶手的。太被动也太渺茫了，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主动出击。雪子的牙骨上已经呈现出了玫瑰齿的症状。玫瑰齿、蕈状泡沫都是电击死的非特异性改变，但实际上窒息或者是溺死的死亡状态都会出现这2种状态。那电击死的尸体就没有什么独特性的？电流斑。凶手在操作电击棒的时候，电极会出现焦耳热，电极和皮肤接触，电流的出入口会形成如同火山形状的痕迹，大概有指甲盖的大小，这就是电流斑。我母亲遇害后，脖子后面有一块皮肤消失了。那这么看来的话，应该是凶手挖掉了电流斑的痕迹。彪哥除了删除键以外，还有最为关键的证据。拜托你们，一定要把所有证据串联在一起。我会尽力的。那我先走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做那些事？我是一名法医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也是我必须要做的。我是说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做那些违法的事儿？那个看似冷漠，实际一腔热忱的人去哪儿了？那个鼓励我、安慰我、支持我，那个秦明去哪儿了？那个告诉我正义和善良的人，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？秦明，我是法医，我也是一个警察，我不可能让你走，我不会放开你，我知道你不会伤害我的。对不起，我会去通知领队。安然。我真的很高兴，你能做到一个警察的本分，但真的很抱歉，我必须要走了。别担心，只不过是一些镇定剂。你不能再工作了，要好好休息。今天就算是强制性的吧。
红婉，做好事不要紧。舒缓情绪的镇定剂而已，睡觉就好了。照顾好他，所有人注意，目标出现。启明，你对爱人做了什么？我只是给他一些镇定剂，他现在需要好好休息。你现在立刻跟我回去。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，等我回来之后会跟你解释的。还有事没做完，是不是还有人没杀？林涛，你一直说把我当做兄弟，这一次你能不能相信我？就这一次。林涛，林涛，你没事吧？臭小子，别跑！你先别说话，稳住呼吸啊。玫瑰齿出现了。陈主任，秦明这小子，他的猜想是对的，但也不是电击致死的特异性。按照他的说法，还需要那件物证。好啊，现在终于可以印证你当初的执着了。如果当年我们能找到答案，说不定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事情了。总算是越来越接近真相了，法网恢恢啊！那我就先按照秦明说的去做病理检查。好啊。喂。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怎么了？我得马上去趟医院。林涛被车撞了，但没有生命危险。秦明呢？应该是被撞林涛的司机带走了，可以亮牌了。很好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但我们对彼此似乎并不陌生。说吧，为什么杀人？为什么是学子？为什么是我妈妈？是该死，那些都是该死的人。但我并不觉得你该死。可你还是找上了我。那是因为你在破坏我，就像那个寒冬一样。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吗？
我还想问问你们为什么？我杀的人哪一个不该死？包括你母亲。这个世界上干净一点不好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。是你，没想到吧？我是你那么熟悉的人，我就生活在你身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是你？说，你说你为什么要杀人？你说啊，你为什么要杀人？让那个世界告诉你母亲还有其他所有的人，他们都是罪人。站住！李队，李队，这里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人呢？好了。快见脸了吗？是张华。张华。张华，你已经无路可走了。无路可走？我是故意带你们来这儿的。看上面。那个房间里有一个7岁的小孩。半个小时之前，我在这儿装了一个遥控爆炸装置，只要我一摁这个按钮，立刻就会爆炸，整个楼都会塌。我劝你们先救孩子吧。李队，他是在虚张声势。我们不能拿人民的生命做赌注，哪怕只有1%的可能性也不行，要照。明白，走。张华是在和我们打心理战，他没有明确的目标，不会滥杀无辜的。别说了。任何人不许再前进一步，否则我一定会按按钮的。这个遥控器的有效距离是3公里，你们不要想着阻拦或者是跟踪我。秦明，下次再见。先救人。所有人注意，黑色摩托车，车牌号龙 BX4099。我要所有路口的监控录像，盯紧这辆车。李队，外面没有人，就一个洋娃娃，张华把他们骗了。所有人上车！嫌疑人进入了监控死角，人已经不见了。前日，有入驻云享微店的商家透露，无法从云享微店提出缴纳的保证金。云享微店负责人陈晓东、柳云夫妇称是 APP 升级导致，但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云享微店陷入财务危机，恐难以支撑。消息一经传出，造成市场动荡。昨夜，柳云夫妇在家中遭袭，怀疑与资本败局有关。我们将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，请看下一则新闻。连龙帆市最火的创业明星夫妻店都倒闭了，更何况咱俩。一个伤者推着另一个伤者，看来今年的水逆的确比往年多一些。我还好吧，医生说我现在就应该多活动活动，就是别扯着伤口就行。哎，你说，我下半辈子会不会就坐轮椅上？右腿胫骨骨折，左边第3根肋骨骨裂。以你这样的身体素质的话，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恢复了。哎，石玉表姐啊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啊？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，有声音吗？一整天了，你们真的把我当空气啊？嘘，好像真的有声音啊。是人吗？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吧，那就随他去吧。啊，对，赶紧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我都跟你们说过了，你目前收集的证据和线索还抓不到凶手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才和彪哥商量出来这样的对策。
而且我们跟局里领导已经汇报过了，领导们都同意了。按照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其实我并没有错。那你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！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？这件事情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了。你还真把我们当外人啊！亏我说出了“你永远是我兄弟”这种话。你看我这个伤，是真的，这伤都白受了。当然得是真的，只有是真的，才能让张华相信我变成一个恶魔，才会对我下手啊！我不管，反正我现在觉得，我的心里面的伤好像更大一点。对不起。虽然你说了对不起，但想让我原谅你，我还是需要那么斟酌一下。我又不是和你说的，我是和安然说的。启明，你个臭小子，你是要借着我的内伤是不是啊？啊！那我就带你拍个片子，看看你有没有内伤。不行，我要跟他理论呢。你别走啦！走走走走。安然，要不要我再跟你道歉一次？不用啊，反正你也已经找到了电击杀人的凶手，你不用在意我们的感受的。是真的。什么是真的？我对你说的话是真的，就像你对我说的话一样，也是真的。我说过什么吗？我不记得了。就是你把我当做嫌疑人的时候对我说的那些话。那你现在又不是嫌疑人了。好，那你等我一下。干嘛呢？我还能躲哪儿去？啊！启明，你干嘛呀？他都这样了，你还欺负他？启明个臭小子，我要报警！不对呀，我是警察，我逮捕你！快！好，等一下我来找你归案啊。我现在是狱中故意伤害罪的嫌疑人，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了吗？神经病！快，我们赶紧走，跟着一个这个神经病。哎呦，神经病！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哎，你是腰间盘吗？你做事风格这么突出啊？让你担心这么多天，实在是想让你笑一笑。那我可告诉你啊，你以后要再让我这么担惊受怕的话，我真的不理你啊！保证不会了。走吧。开始吧。开始什么？当然是说案情啊，难道谈情说爱啊？你和彪哥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？是从听到你们谈话的那天开始。你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。你作为当时参与的法医，你发现了疑点，但没有查下去，现在反倒是秦明提出了有异常，你有遗憾，你非常迫切的想要解开自己的心结，所以你会介意。安然，你想多了。彪哥，有事吗？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。所以你现在是来兴师问罪的？跟我去个地方吧。我怎么这么讨厌你这副没表情的样子，像个冷血杀手？有饭吗？有啊。那走吧。所以你们俩真的去做饭了？我们只是想遵循最基本的社交礼仪，在一个舒适温馨的地方进行沟通。你们俩都是不会沟通的人。你吃什么呀？我们煎了牛排。那你都没有给我煎过牛排，还是我一直照顾着你？所以说啊，煎牛排这件事情确实挺痛苦的，而且挺麻烦的。现做呀？不然呢？你会做吗？当然不会。
啊？不过我可以试试。黑胡椒1勺，盐1勺，橄榄油2.5克。那我开始了。那你们俩都没做过饭，做出来牛排能好吃吗？我们是严格按照食谱上的调料剂量，还有煎牛排的时间等等的进行操作。那能吃吗？火候的问题。要不点个外卖？哎，我有螺蛳粉。行。哇。行，饭吃完了，说正事儿吧。我仔细看了我母亲当年案件的资料，我记得当年案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：鱼虾啃咬伤及表皮，但不会渗到肌肉组织。可我母亲后颈失去的这块皮肤已经渗到肌肉，这是疑点。是的，当年在受害者身上有多块皮肤损伤，我认为是池塘里的鱼虾啃食的结果。但你说的那处伤，我无法解释。我想问的是，这块皮肤你是怎么处理的？我给保留下来了。那太好了。案发的时候我在现场，根据当时的环境，还有我接触我母亲身体时的反应，我觉得死亡原因是因为这个。电击致死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还需要其他的佐证。在这里找到的线索就是这些。根据电击杀手的特性，这家伙极有可能以斗门镇为基地向外辐射性作案。说不定我可以复原凶器，但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和凶手赛跑的感觉实在太不好了。毕竟他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。那如果我们主动出击呢？